听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成。首先来为您介绍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运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两岸媒体人许和谦。运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时隔12年，中国是再次的担任 APEC 的东道主，但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跟12年前不一样了。好，来看到 APEC 的贸易部长会议呢，在苏州是正式启幕了。那这是时隔12年呐，再次。各界齐聚中国，包含了21个经济体，还有近700位的嘉宾都齐聚在金鸡湖畔。世界的目光呢是再次锁定中国，再次的锁定江苏。而这一次会议呢，有4大议题重磅聚焦，包括了什么呢？亚太地区的自贸区建设，还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及数位经济合作，还有绿色低碳发展等等的。好，那现在呢，美国方面呢，也是来急着跟中国要更进一步的来谈话吗？来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长啊，王文涛呢，在苏州的时候呢，也会见前来出席 APEC 的美国贸易副代表一行人。那么双方呢也是再继续的就美中经贸的关系来交换意见。而王文涛就说了，双方的工作层呢还是要依照川习会的共识方向，尽快敲定北次经贸的磋商成果细节，并且呢要做好后续的落实。那么这一次的 APEC 其实各国呢都是非常的看好中国的机会的哦。那么在会议的延伸活动中呢，有上百位的外方企业代表还有中方企业进行了深入交流。就有嘉宾表示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就酝酿着一个巨大的发展机会啊！还有呢，他们也很期待跟中国的长期合作呢，是他们的成功关键所在。好啦，那刚刚说到了各国都想要来跟中国打好关系，包含日本，有没有可能就有这次 APEC 来进行双边关系的融冰呢？好，来看到日本的经产业大臣呢，也是在中国来进行访问，那么大家就很关注啦，因为自从高市早苗就台湾有事发表言论之后呢，日中两国的政治还有经济交流都是一个停滞的状态耶，所以现在他去中国，大臣去中国访问了，能不能够找到改善关系的一个突破口呢？各界呢都相当的关注了。好，那这个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也说啦，说日方呢是非常的致力在跟中国进行沟通的，如果呢跟中方有沟通机会我们也会切实际的来讨论各种问题。那日方的目标就是希望所谓不当的出口管制，在自由还有法治的基础上面，能够开启自由的贸易，来各国实现繁荣。好，那日本的驻中大使也说了，是希望能够尽力的促成11月 APEC 中日的领袖会谈因为他们两方的关系真的就是因为高市早苗的一席话，真的是降到了冰点，所以11月的 APEC 两方能不能够真的破冰呢？各界期盼，但是日本又是真的想要跟中国搞好关系吗？就在这个经济产业大臣说要跟中方好好的交流的同时呢，日本的防卫大臣呢，则是在跟这个澳洲还有美国3国的战机来进行联合的演训。我们来看到了，这个就是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证实了，美日澳3国战机在21日在冲绳群岛的东部空域进行空中联演，借此要验证这个联战能量，还有加强嚇阻区域威胁。那美国的驻日大使呢，也是在同一天出席了执政党自民党的活动时候，宣示美国会继续致力维护台海现状，加强确保区域稳定。好，而且不仅仅是这个跟美国还有澳洲的部分日本也把这个触角伸到南海了。现在呢，也是跟菲律宾一起要联手制中吗？好，日菲要协商来递交换军事情报协定。好，这个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他预定呢在26日的时候就到日本来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双方会进一步提升关系，要深化防务合作，其中一项呢就是要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来启动正式协商。而且呢，这个共同社也报道了说日
非呢双边要提升至最高等级的权力战面伙伴关系哦。说呢，现在呢两方是有意在继续深化这个安全保障合作的哦，从战略伙伴关系要改成全面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安全合作。好，所以我们来看到了日本到底是不是在玩两面手法呢？在经济方面呢，是希望这个向中国沟通，但是在军事方面呢，跟美澳来进行演习。好，我们先来请教彬哥。这个 APEC 这个贸易部长会议，我们台湾也有去啊，然后是杨珍妮率团参加了。那请问一下，杨珍妮的霸凌事件到底调查得怎么样？不了了之，就这样吗？我之前就说过，他们大概不会处置杨珍妮，因为他们现在这些东西都要靠他。因为其他郑丽君那些人其实根本就不懂，所以杨珍妮就是台湾继续任用，他的霸凌就摆在一边了嘛。然后这个王文涛在敦促说要依川习会共识赶快敲定，所以这在干什么？这在提醒川普，你当初答应我们的承诺的事情是不是要做？如果你做了，我们就会跟着做，就是这样。那问题是他们中间到底承诺了哪些什么？他们闭门会议的时候到底内部谈了什么？是以什么东西作为交换条件？这个川普当然不会讲，可是从他结束川习会之后做的很多动作看起来，台湾显然是他中间谈判的筹码之一。那我们到底被美国卖到什么程度？老实讲，接下来恐怕就可以拭目以待。那老实说，中国大陆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而且它经济贸易慢慢都起来之后，世界各国不会忽视这个市场。那中国大陆当然也会利用自己本身市场的优势，去跟各国拓展更深层的外交跟经贸结合，这个都必然的。可是日本当然也不愿意放过中国的市场。那你看赤泽亮正，他也是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展开更深的经贸交流。但问题来了，你身为这个经济产业大臣，你会这样希望？可是你的老板呢？高市早苗，他有往这方向积极努力吗？你现在想要促成 APEC 的时候，年底 APEC 这个高市早苗跟习近平会面，你确定会出现吗？如果以高市早苗目前这样子的所有的一切作为，我不认为习近平会想跟高市早苗见面。说真的啊，我真的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恐怕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高市早苗也早就说明了，他明年开始就会正式推动这个修宪啊，就是要让日本所谓的军队正常化、国家正常化。那这是中国大陆可以接受的吗？我想恐怕有点难吧。而且日方现在动作频频，你看我们这边也列出来，一方面跟澳洲美国一起举行演习，另外一方面，他现在正在积极培植菲律宾，他把他海军那个退役的舰艇就直接转送给菲律宾，然后也在加强帮忙训练菲律宾的人员。那甚至他们建构这个所谓的情报交换机制。老实说了，菲律宾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情报可以提供给日本？他实际上就是要协助协助菲律宾建设一个情报系统，帮忙收集中国大陆在南海这边相关的情报。那最背后操纵的是谁？当然是美国。所以这就是一个对抗中国大陆的一个体系啊。那你态势摆得如此之明，中国大陆又不是瞎子，他会看不见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一方面做出这样的动作，那另外一方面又假惺惺的说你想要跟中国大陆和谈，我们不需要对抗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经贸交流啊。我觉得过去的中国大陆也许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此时此刻的中国大陆，我看恐怕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那最后我要再讲一点的就是 APEC 过去我们用中华台北参加，民进党都说丧权辱国，巴拉巴拉巴拉讲了一堆。大家去看这一次我们的桌牌是什么？还是一样叫 Chinese Taipei。结果总统府也好，中央社也好，各大媒体也好，全部都告诉你没有被矮化的问题。都是依照惯例。对，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过去谁在搞事，都是民进党在搞事啊。你自己来就可以叫 Chinese Taipei，就没有任何矮化的问题。马英九时期就完全不行。所以台湾人如果连这一种东西都还看不透，那说真的，那你就继续被民进党胡说八道、乱七八糟操弄吧。所以这个玩两面手法的不仅是日本啊，还有民进党政府啊。来请教徐老师。
是这个，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中国大陆啊，跟美国的川协会前脚刚结束啊，后面的执行层、政策层的官员，大家就跟上要去落实元首峰会的共识。那其实我们这个川协会已经过去1周了，那我们去看到中国大陆它其实宣布对美贸易利好的脚步是比美国慢一点的。因为显然这个牌你要握在手上打嘛，你要先看美国表态到什么程度，然后我才开始说 OK， 我确实可以跟你买200架波音的飞机，我确实准备跟你采购农产品，我要准备解禁美国牛肉的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一个之前因为这个防疫问题产生的禁令。然后呢，但是还有一些东西还没讲哦，包括石油、天然气大家要买多少，以及美方宣称的中国大陆未来3年1年要采购170亿美元的农产品，那大陆是没有说具体的数额的，所以到底怎么买、怎么做啊？这其实要看中美在外交上的共识跟这个元首峰会所达成的一些默契能不能得到落实。那其实台湾会不会放在这个议程上？我觉得，当然它并不一定说是你跟台湾有往来或继续军售台湾，然后我这些全部都没有啊。它大概不会是这种这非黑即白的这个1比1的这样的一个一票否决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去算一下账就知道了。原本这个美国昨天宣布暂缓的140亿美元的这个军购，那放到这个盘子里，我们就会看到说，如果我为了140亿美元，我就要去损失每年170亿美元的这个，而且连续3年的农产品输出大陆，那这笔账我值不值得？如果140亿美元能够换几架波音飞机呢？按照现在的市价，大概宽体的波音飞机啊，大概是这个能够买大概30-40架左右，35到48架，像波音787啊这些东西的。那如果是737，那可以买更多啊，737大概是100架左右。但是大陆说，我准备采购是200架，你140亿美元能换的只有100架左右的737，那如果这个东西你卖了台湾的无人机、什么陶式飞弹这些东西，然后会去冲击你的波音的出售中国大陆，那你自己要不要掂量一下呢？那我想这个账啊，美国一定是会这个打在自己的算盘里面。所以昨天这个美军的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就说那是因为什么伊朗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不能卖台湾的东西。我觉得确实理由是有一点牵强啊。那我们再看一下高市早苗，那当然这个今年11月啊，大陆要在深圳召开今年的 APEC 的峰会，那这几天从贸易部长层级的会议啊就开始已经在苏州进行了，大概整个下半年这个 APEC 的这个经贸官员层级会有各式各样的会议。那理论上当然了，高市早苗他作为一个这个 APEC 成员21个成员经济体的首脑，他当然是可以进到中国大陆去参加深圳这场集体的峰会的。但是重点就在于说，他会不会被安排被受邀跟习进行1对1的这个首脑的会面？那这个其实就不一定了，这个其实日本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因为其实去年这个大家都还记得 APEC 在首尔召开的时候，这高市早苗刚刚上任，那大家看从公开的履历来看呢，也都知道高市早苗在还没当首相之前是一个非常右翼的政客，就右翼到在自民党里面都连安倍都觉得他太右翼了。坦白讲，大概就是这样。他这个包括他否定南京大屠杀，包括他这个主张要恢复日本军国主义战前的这个所谓的教育敕语啊，就是说天皇的这个对人民的这个训令，所以他种种的这个，然后他反对夫妻别姓嘛，他反对这个他要求继续维持日本现在妻子要跟丈夫一起姓的这个传统，都是非常保守的一个态度。那原本中国大陆就以为就是说，或是认为说你现在当了首相了，身份跟责任不一样了，或许你会有一些与时俱进的调整，就像 Rubio 一样，你当参议员的时候是一回事，但是你现在当了国务卿了，你这个言行代表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你要比以前谨慎很多。但没想到，所以我相信去年这个中国大陆在决定要不要建高市早苗的时候，内部系统也经历了一些争论。有些人觉得，那他刚上来不要建；有些人可能觉得，他刚上来，我们先给他一个先礼后兵啊，先告诉你我是有跟你虽然你过去有种种的这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这个记录，但是我愿意以新的身份跟你缔造新的关系。但没想到大家都知道嘛，刚建完 APEC 刚建完，后面就出现了这个日本有事，台湾有事，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这个争议性的发言啊。那所以我想今年，除非高市早苗在剩下的5月到11月，这是半年当中去做很多的修正的努力，不然今年要在深圳跟习近平做one-on-one的这个见面啊，可能是很困难的。好，但是在经贸方面呢，日本其实还是希望中国能够解禁这个出口的，但是在军事方面，日本又跟美国又跟澳洲又跟菲律宾联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请教厉将军。确实，自从高市早苗发表了那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之后，中国在经贸方面很多对日本都实施封锁，譬如说是像旅游业现在来讲的话，日本正面临的他们的这个寒冬时期了包括到他们有名的这些伴手礼的公司，东西都卖不出去。当然，高市早苗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很希望能够在 APEC 会议上面能够跟习近平见上一面，但是我也认为说是习近平不太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
会跟高市早苗见面。第一个就是像是刚刚前面2位所分析的，你高市早苗一直不停的往右翼靠拢，不断的想要恢复军国主义，甚至于在国内宣扬一些军国主义的这种歪风哈，譬如说是他前一阵子这个又去靖国神社，虽然说他本身没有去，但是他摆了伎料到那个地方去，那这很明显的都是这个跟中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我觉得更严重的事情是最近一连串的日本的一些军事行动，那让中国感觉到非常具有这种敌意哈。我们看到我数给各位听，大家记得吗？这个月5月初的时候日本才跟菲律宾在美国主导之下，在菲律宾吕宋岛北端实施了肩并肩的军演哈。那次的军演来讲的话，这个日本居然派了总共1400个自卫队的队员，这是第一次。这个自卫队队员重新再踏上菲律宾的领土，然后同时在这边试射了所谓的这种日本的884的对舰导弹。那你说是不是在菲律宾这边的一个军事演习，是不是很明显的准备封锁这个巴士海峡哈？这种态势是非常明了的。除此之外，你知道这个日本这个动作一直不断。那在预定今年6月份的时候他要跟美国再搞一次所谓勇敢之盾的军演，然后9月份的时候还要搞东方之盾的演习军演，整个位置都是在哪里？都是在第一岛链、冲绳啊这些地方，还有鹿儿岛，很明显的就是想要借着军事武力来封锁中国的舰队，让它不能出第一岛链。尤其是说这几次的军演，我们看到日本除了说是在美军除了在吕宋岛北端部署了所谓提风系统之外，同时还试射了海马式火箭炮，这些都是具有威胁性的攻击性质的武器。另外，我刚刚讲的6月份的勇敢之盾跟9月份的东方之盾，这2次的军演，那美国也在日本要部署什么呢？就是提风系统。这东西提风系统对中国来讲是不只是中国来讲被感到这种敌意，而且甚至于连俄罗斯都抗议，因为提风系统2种导弹，第一种是战斧型巡弋导弹，射程可以到1600公里，虽然说它是亚音速的这种速度不快，可是对这个不管是中国大陆或者是俄罗斯来讲的话，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敌意。除此之外，它还有那种自卫性的标6飞弹。所以我觉得，当你这种军事上敌意你没办法去除来讲的话，那你在地缘上面，你又一直在思想上面、国内上面在鼓吹的军国主义的想法，是恢复军国主义，甚至我们都知道嘛，前阵他提出，不管是要修改安保3原则走向军国主义，或者是所谓要这个修改无核3原则都要做修改。另外来讲，他要武装菲律宾，这都不争的事实。在这种状况下，我心想说，你在经贸上面，如果说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交往，你不是光靠经贸来交往，你必须地缘政治，包括到外交，包括到军事，都要释出善意，才有可能双方才有可能进一步的深交。那你如果说你在军事上面不断的展现敌意，可是你在经贸上面又要求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东西是缘木求鱼，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日本这样子的双面手法能够撑到什么时候呢？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战局已经达到临界点了吗？这几天纷纷传出，美伊要重启战火了。但是在这个时刻呢，美国的空军基地竟然是传出爆炸意外。来看到这个是美军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艾格林空军基地，竟然是传出基地的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在当地时间21号发生了爆炸，有2个人受伤送医了。好，这是单纯的意外，还是在战备方面出了差错呢？不过我们来看到非常重视这个家人的川普竟然在这个时候连儿子的婚礼都缺席了。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他原本是要去参加儿子的婚礼了，但是呢，在这个时间点呢，他是临时呢车队调回白宫。那川普也说他在22号上午呢是召集资深国安团队去开会，要讨论伊朗的战争局势。那么 CBS 也引述了不具名的消息人士说呢，美国军事还有情报单位的成员都陆陆续续的取消了他们的周末假期计划，为可能的军事行动来预做准备耶。好，那川普自己也说了，这个时候留在白宫很重要，所以他只好缺席儿子的婚礼。那刚刚
刚也说到了嘛，五角大厦的披萨指数在这个时候呢也暴增了，甚至伊朗呢也关闭了西部领空哦，所以是不是两方呢，真的有接下来的军事动作了呢？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以国的军场也看到了非常多的美军加油机了哈，是不是要备战再袭伊朗呢？看到这个卫星照片的显示啊，这是位于这个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目前呢，有至少52架的美军空中加油机进驻啊，这个数量呢是自2月底以来不断的增加哦，到3月初的时候是36架啊，4月初的时候是47架，如今是52架又再创新高了哦，所以有没有可能是代表说，如果谈判未决或者是未有进展的话，美以可能在数日内要重启对伊朗空袭呢？好，但是美军这样子的大象压境啊，是不是真的能够来逼迫伊朗呢？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伊朗的耐心似乎也逼近了一个爆点。好，卢比欧是说啦，看起来现在的协商有一点点进展，但是呢，伊朗方面马上就说了，美伊的双方歧见是非常的深而且重的。如果美国坚持呢，要在现阶段的谈判中啊，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还有核计划塞进这个议题里面，那么双方不可能达成共识的了啊，又要话告吹了。而且呢，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也说了，美伊双方确实是分歧严重啊，很难接近协议达成。那这个时候不仅仅是台面上这个要破局了，在台面下也相当惊悚哦。来看到啊，竟然有人要密谋暗杀第一千金吗？好，这个是美国联邦执法人员的消息人士透露，一名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训练的一个伊拉克籍恐怖分子，竟然要密谋杀害这个44岁的第一千金，也就是伊凡卡啊。他的动机啊是说要为2020年被美方狙击的军事指挥官来复仇。好，那不仅如此啊，他甚至呢，在社群平台上面贴出了这个住宅的地图哦，那还是用阿拉伯文去写下说，告诉美国人，你们的宫殿还有特勤局是保护不了你们的，我们正在侦查分析哦，复仇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哦，所以现在恐怖主义呢又要重新在美国四散了吗？好，所以现在是谁像川普谁倒霉吗？好，我们来看到这一条水牛啊，是在孟加拉，你看到了吗？它的一头金发是不是很像川普呢？哦，所以大家就把它取名给川普，然后吸引了民众朝圣。但是这条水牛啊，川普水牛啊，要在伊斯兰的这个宰牲节遭到宰杀，主人就说他会非常怀念这只水牛的。好，那这个是一个玩笑话啦。但是如果美伊真的要开战的话大家都不乐见，就连这个海湾各国也是。来看到这个彭博就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近期是加大外交的斡旋力道，与沙国啊、卡达一同促美国总统川普说啊，应该给伊朗一点更多的谈判机会，避免冲突再度升级。好，除了海湾国家之外呢，美国国内啊自己也是非常多人反对战争的。来看到这个最新的民调，多数的美国人都反对跟伊朗发生战争。好，有60%的受访者是反对对伊朗开战，那支持者则是为30%啊，这个比例呢是越来越悬殊了。甚至呢也有这个美国的老兵啊说了一个这样子的话，我们来听一下。If you had children in Tucson, Arizona, that got bombed by Iran, and they murdered 132 of your children, how would you feel?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rain down these lies on the world? You tell me one terrorist incident, one, tha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has done to you. 好，所以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任何一方支持美伊再度开火的。那这样的情况下，真的会有军事动作吗？我们来请教厉将军。今天是礼拜六嘛，为什么这个礼拜六川普车队要赶回去，好像要这个好像又要打仗了，又要打伊朗？
其实你回头去看，这个3月份那场战争里面，大概每个礼拜六这个川普就开始在那边放出故弄玄虚，那为了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开始这个打压股市，让股市跌下来，然后礼拜二、礼拜三他才说开始要停战，股市又开始拉上去。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动作极可能是又是重施故技了，故弄玄虚，目的是为了要炒作股票大家可以有待观察。为什么我认为川普这次是在故弄玄虚呢？我们看一下，不错，他这次在这个以色列集结了50架加油机，但是你知道，这样波的作战里面损失最多的。除了说美军总共损失了42架的战机，其中最多的当然是 MQ9 无人机，第二多的就是加油机啊，所以代表说是你弄这些加油机，你有没有效果？伊朗照样可以把你打下来。伊朗虽然说没有战机，没有空军没有这个长程的导弹，但是它一样保有制空权。那你这个战机，你这个加油机，代表说是你要如果说是要打伊朗来讲的话，你必须要借着空中优势的武力，而且要经过空中加油，你才可以攻击到伊朗。因为伊朗毕竟国土面积很大嘛，你如果说没有空中加油，你根本到不了，你制空时间也不够。可是你这空中加油机，如果说第一波的战损，你就已经损失了7架，你想想看，你现在还敢不敢去冒这个险？第二个，我认为不会打赢，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嘛，波湾国家现在已经在抗议，为什么在抗议？我提供基地给你美国，结果你根本就保护不了我。结果我那次我们真是看到，不管是科威特、沙特，或者是这个阿联酋等等这些国家，是不是遭受到很严厉、很被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攻击得很严重？那你美国保护不了我，我当然你保护不了我，为什么还要提供基地给你？所以这伊朗国家就不愿意再把基地借给他。我觉得第三个不会打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其实你看他兵力调动就知道，美国原来号称迪里波里号带着这种4000多个陆战队官兵这个在这边要准备实施陆上作战，结果后来还有一艘的2栖登陆舰也过来，叫全师号。可是这艘全师号你知道吗？到这边这打个卡沾个酱油就回去了，你知道？现在已经又回到南海，又从这个波斯湾那边没有不是波斯湾，它只是在。阿拉伯海的海域而已，现在又回到南海去了，他已经掉头走了。那你想想看，你部队根本就没有集结，你怎么可能打？那第四个，其实我们根据外面的报道，伊朗这次来讲，这个谈判态度会这么硬，代表他后面的底气很够。为什么底气很够呢？我们听说在目前来讲，根据媒体的报道，它的无人机产能它可以在6个月之内马上恢复到战前的水准。那你想想看，如果它无人机又做出来，它这种导弹自己又能够生产，对美国跟以色列都是很大的威胁。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撤退的行程根本就是虚晃一招，因为早就让不只是我看破他手脚，我觉得连伊朗都看破他手脚，这才是最糟糕的事情。有没有可能川普回到白宫开会，不是要讨论伊朗，是要讨论古巴我们请教彬哥。其实我觉得都有可能啦，因为川普这个人脑袋在想什么，其实有时候真的还蛮难判断，因为他的思维逻辑跟一般人不太一样，而且我们一般都会觉得，正常一个国家的元首，他会有既定的一些规则可循，而且他会顾及国家的尊严、颜面，还有他自己的尊严。可是川普是不在乎这些东西的，他随时随地都自我感觉极度良好，反正他随时都觉得自己赢了，所以我觉得他什么可能性都可能做出来。那现在对川普来讲最头痛的，当然是要如何解决伊朗的问题。可是你说你就算把军力集中了，甚至对伊朗再做出一次攻击了，然后呢？有办法改变这个僵持的状态吗？因为你过去你花了1万多架次进行轰炸，然后损失了这么多的弹药，结果是现在西方媒体自己评估，伊朗大概还保有战前70%以上的导弹的数量。那请问一下，你如果再进行一次38天的跟之前规模一样的攻击，这大概是美国能够在中东地区进行最大的攻击行动。然后呢？然后再让他损失30%，那你自己就没了。那这样做的意义到底何在呢？所以我觉得对川普来讲，这是一个极度艰难的一个东西。可是他又不能够没有让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就离开，这样也有损颜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川普来讲，当然是个他必须要去思考的东西。所以我个人甚至认为，也许有可能他在伊朗这边搞不定，他搞不好真的去打古巴。然后在古巴那边获得一场胜利之后，他就说自己赢了，然后就走，也不是不可能会发生这种状况。所以我一直觉得古巴要小心谨慎，因为川普会做出什么样的状况，真的很难去判断。那导致他们现在说有这一个人有这个被伊斯兰革命卫队训练的人，他要去攻击
伊凡卡，那当然他已经被抓了。可是我老实讲，我根本不相信他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训练出来，我也不相信他真的要去杀伊凡卡。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在社群网站上直接登登了这个地图，你真的想要去暗杀伊凡卡，你会傻到还预告预告，然后说我要去干掉他，然后把地图登出来，然后这种人，你告诉我他是受过训练的，他受什么训练？对啊，这根本很好笑。我觉得这个家伙应该是脑袋有点问题的人啊。他应该是被淘汰的。对啊，应该是那种网络酸民之类的，现在每天自己在幻想，你这样子怎么可能去攻击伊凡卡呢？我跟你讲，全世界监控网络最厉害，你以为是中国大陆吗？其实是美国。美国随时随地在监控网络上对他不利的东西。那最后这只牛，我是觉得川普花个钱把它买下来吧，对不对？何必让它去被屠宰呢？好，不过重启战火能不能够重建川普的威信呢？还是会像这条水牛一样被宰掉？好，我们请教徐老师。是这两天啊，其实这个华盛顿邮报有一个报道，就说从2月28号这个所谓的史诗怒火行动开打以来啊，美国已经打掉了它库存量50%的萨德拦截弹啊。大家知道萨德是一个这个导弹防御系统嘛，那它的非常高价值的拦截弹呢，已经打掉5%，大概打掉200多枚。而且让美国人更痛心的就是说，光是在防卫以色列的这个部分，美国人为了防卫以色列所打出的高价值拦截弹，其实比以色列自己打的还要多，打的多了100多颗。因为以色列比较技巧啊，就是他们有铁球嘛，他们有这个大卫投射手，所以他们去拦的就是已经飞到比较低空领域的啊，然后这些火箭炮啊什么东西，但是比较远的还在高海拔这个运行的时候呢，就由美军的这个来打。那所以这个其实美国这也让美国的东亚盟友开始担心啊，就是说如果美军的这个弹药库存已经在伊朗这个其实规模没有很大的中型等规模的这个中型对手的战场上就已经消耗了这么多光是萨德拦截弹消耗50%，那它的这个其他的包括海马斯的消耗啊，可能大家也都还有标准飞弹的消耗，大家也都还在计算啊。那这个东亚的国家就会去担心说，那是不是会减损美国对东亚地区的承诺？所以我们前一节看到的，就日本跟菲律宾啊，他们两个自己加强彼此的这个互相帮助，包括日菲在2024年就签了这个武器跟部队的互相准入协定啊，我觉得也都是隐隐约约感觉跟担心到，如果万一这个西太平洋有事，美军的能量跟美军的整体库存不够怎么办？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谈判的本身啊，其实这几天也有很多谈判，就是准备喊要重新再打的消息，跟这个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协商，正在 finalize 这个 deal 的消息是同步放出的啊。那我都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但是互为有一点互为传导这个东西。那现在伊朗就提出了，就说那伊朗只提出，那我这个谈这个制裁我的海外的资产的制裁啊，你只要先制裁45%啊25%。那美国是不答应的，然后伊朗现在基本上同意我的这个浓缩铀能够交出来啊，但是交出来不能移到美国，那对我来说太没有面子了。我们可能移到这个，当然伊朗最好的目标说移到本国的，仍然放在伊朗本国的国内。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退役中将帅华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看看国际局势地缘政治上一个新的变局。你看看普京也才刚刚离开中国大陆，现在中加也要破冰，时隔10年，中国大陆的外长要再访加拿大喽。先前加拿大还没有变成美国51州之前先前是跟着美国一起在所有的围剿啊、商务的这个围堵啊是抗中的，如今双方的关系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大陆外交部说，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的邀请，预计28号到30号就要访问加拿大。那么下个礼拜访加拿大10年前的影片，还有相关的资讯被拿出来看10年前，王毅在中加外长联合记者会上很生气，因为有一名问题的记者，他认为对方充满了敌意跟偏见，正质问对方是否去过中国，时间长达1分钟。这个内容就是说人权议题，对于这种人权议题的关切的问法，他认为是种挑衅。那所以呢，在孟晚舟2018年的事件之后，这是非常大的突破，中加现在重大的破冰啊！毕竟对加拿大人来讲，现在更可恨的敌人不再是中国大陆了，
恐怕是美国了吗？那美国决定，同时我们来看看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系呢。决定要暂停跟加拿大的防务会议。五角大厦官员说，决定暂停的原因呢，每半年都要举行的哦。因为渥太华没有采取行动，成为可靠的安全合作伙伴。往下细看，到底是怎么样不可靠的呢？就是军购啦，一直迟迟没有把美方要求希望他提出来的军购的数字给同意或答应提供。所以就说它不可靠啊，我们防务会谈也不用谈了哦。那么中加的电动车贸易却签订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北美统一关税壁垒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裂痕。长期以来，加拿大一直跟美国站队嘛，包括了北美汽车贸易体系里头跟美国一起各种的去对抗围堵大陆的所有的汽车啦等等的产业。那么2024年，加拿大跟美国同步也对大陆的电动车征收了100%的附加税，结果中加签的电动车贸易协定整个开放了，等于是只关了华盛顿其他人都有全部就是大开了这个欧美中加这边的门户之后，影响重大呀这个 Stellion 这个车子即将在墨西哥、加拿大大量的产出中国大陆的品牌 Leapmotor 啊这些电动车，排除的是美国市场，所以史蒂兰德斯啊这个翻译的话的执行长是直接公开讲，公司正考虑要跟中国大陆的浙江策略联盟扩充配件，甚至到墨西哥、加拿大，那各种生产往美国市场的可能性，就除了美国以外，完全往美洲还有加拿大这里来发展。那么到大陆去的国家的领袖实在是太多了，川普去完之后，普京，然后再来还有这个马上要去新加坡也是刚刚离开等等，出现的北京朝共潮嘛这种形容词美俄之后，乌奇奇这个是塞尔维亚的总统也将访中，德国媒体形容这样子一个风向或者是风潮，宛如朝共般的相继访华，引发热烈讨论。德媒发布观点，强调中国大陆近年来达成最大的战略优势，并非主动扩张，而是其他大国都在不断的犯错，他只要不犯错就好，就能够在不断的增加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依赖，让中国成为笑到最后的国家。这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而欧盟的候选国塞尔维亚，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飞弹跟机器人也受到热烈欢迎，所以呢，准备塞尔维亚要升级军备体系，他们买的军购跟飞弹等等是跟中国大陆买。那下一步要买的战斗机呀，除了超音速飞弹之外，也成为接下来他到大陆去要讨论的重点议题。很特别的是说，当他要访华之前，突然间乌克兰的副总理寄打电话给他，然后还跟他进行了高层会晤，到底讨论什么呢？很多的媒体在猜测跟讨论，是不是接到泽连斯基电话或相关的要求，乌克兰也想要找中国转达相商，什么事情呢？毕竟现在乌克兰成为一个现在打了5年战争，迟迟还没有办法获得解决的地方。而现在看看世界各国超越美国吗？现在中国大陆去年成为德国最大的外资计划来源国家。德国一个统计，联邦外贸投资署发布的资料。中国企业去年在德国的投资达到228个，比去年上一个年度增加14.6%，超过美国的206。所以德国总理梅尔兹今年2月访华期间，就呼吁中国企业在德国增加投资。西方媒体包括超越德国，中国领跑西班牙进口市场，在海外的采购方面也一样，西班牙企业的首选不再是领进的法国，也不再是工业强国德国。西班牙政府今年第一季呢，已经以中国取代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成为西班牙第1大的商品进口来源国。将军，所以当我们看到世界各国都在往中国走，要谈合作、谈贸易、谈不管是投资或者是车辆各种科技的进口，只有台湾目前是完全不要开放，不接受。首先，大家万国来朝后面没有一个共字那个字不太恰当就是大家来。为什么来呢？2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关税战把所有的国家的自由贸易链打断，这个所有自由贸易链是已经60-70年来大家慢慢形成的一个产业链，就是大家互拿所需，互供所得，就是我需要什么自由市场自由市场。那美国的所谓门罗主义里面，他就不想，他要保护他自己。
所以中国是唯一一个敢站起来公开号召中国主张自由贸易。那光喊没有用啊！可是中国有14亿人口的这么大的市场，又有全世界出口最大国，这2个诱因，你说哪个国家不想来打交道？第一个市场大，你有的东西我可以买；第二，你需要的东西我可以卖。所以这个变成各国来朝啊，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每个国家都在乎自己生存之道，我的生意怎么做。所以第二个呢，中国引燃出来被美国认可的是 G2， 就是说我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而且可以抗衡的。第一个抗关税的就是中国，第二个 G2 的地位为什么坐稳呢？因为美国在美伊战争里面自己脱了裤子了，人家一看你已经不是军事超级大国了，所以有人带头抗拒美国的这种强行霸道的行为。那大家当然就顺着这个风气，就向中国靠拢。所以多少年来被美国泼脏水的中国，突然一下，每个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有改观了，而且相对稳定啊，稳定。跟川普比起来，真相慢慢暴露嘛。因为美国的这个所谓认知作战，媒体的泼脏水。造成你根本没有去过中国新疆的记者可以在那里直拳雪棉花，所以王毅讲你1分钟都没有待过，你凭什么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啊，再加上很多网红到中国大陆去打卡，让很多国家感觉到不是美国那样所形容的。再加上中国大陆已经开放所有国家签证可以不要签证就直接去美国到中国参访。所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今天中国的外交上重大的一个胜利。每个国家的元首都来，而且都想做成一笔生意。那这个东西，因为每个国家要自己生存，就必须要在经贸上获得一个稳定的成系列一个链的一个连接。所以这个问题是美国自己把自己的生路给断了。原来你是军事超级大国、金融大国、经济上的大国，是也有很大的一个市场。这些优势不是别人把你做断的，你自己把它弄毁了。所以这个问题啊，所以武器级为什么受到中国的这个非常欢迎呢？他一来不止一趟，因为欧盟是一个重议决的一个团体，是蛮脆弱的，完全靠美国用北约来掌握。当现在俄罗斯的威胁如果能够解除的话，那北约的控制力量就比较弱了。加上美国说我要移走德国的驻军，所以每个欧盟国家都觉得我的国防上要必须自己想办法了，不能完全靠美国的保护。所以这种经济上、军事上的、国家安全上，他们开始转向。这个不是说没有原因的了。我把下面所有的因素大家回去加总一下，你是不是需要跟中国打交道？所以这个态势就很明显了嘛。因为中国的军武科技已经超越美国了，空军的6代机它超越你了，海军舰艇数超越你了。那美国的常备管辖跟海上霸权，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看到它的衰败的一个形象？所以大家不受到军事威胁的时候，自由贸易是不是首要的选项？那各位想一想就知道了。岳老师，过去呢，美国都是声称中国是俄罗斯啊、中国啊，都是威胁全世界的来源。结果是不是大家发现，现在威胁全世界的是美国吗？例如加拿大好了，加拿大直接讲人家要收它为51州，所以孟晚舟事件之后，今天中加之间的这个重大的外交，等于是跟过去完全不同的分水岭。我必须强调啊，孟晚舟的事件发生在2018年啊，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但是的话呢，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的话呢，就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尤其是2026年啊，就是说是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加拿大的总理马卡尼他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他之前的时候他说过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因为那个时候马卡尼认为说是这个美国要并吞加拿大，变成第51个州啊，讲的跟有模有样的。
你要知道啊，我认识的加拿大人都非常生气啊，是，都非常非常生气，都不是开玩笑的啊。那个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因为呢，他们会发觉呢，美国呢，这个川普呢，对于他不是对手的，他就非常非常嚣张，大骂特骂的说你不行啊。对于他觉得是对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5月13、14、15号3天啊，那个特朗普，我所认识的特朗普就是2任总统内最乖的3天。哇，非常谨慎啊！讲话的时候还看了稿子，还偷偷看了。面对媒体都表现得非常好，像个小学生一样。我本来以为他是幼稚园学生，后来他进步了，变成小学生，但也只进步3天就开始做腰子了啊！所以说呢，我必须要强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说在短短的时间内，《纽约时报》有统计啊，有18国的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次数之频繁呢，红地毯都来不及收啊。就一直不停的在铺啊的啊，所以大家了解，从2026年开始的话，这个不得了，到现在的话呢，还在高峰期间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 BBC 做了一个评论，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就大陆现在变成世界的核心，大家络绎不绝的来访问的时候呢，出现的一个结果，固然呢军事上有实力啊，然后经济上也有实力，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重点，这个 BBC 讲得非常好。就是真正重点是文化上的实力，为什么呢？因为呢，它是中俄美3大国当中唯一没有陷入战争的，啊，你要想想看，就是说大家前面讲的破坏中国的形象啊，搞台湾啊，搞这个第一岛链啊，又搞的什么，大家都是啊，就是说大家对中国没有来过的人的话呢，觉得中国可怕的不得了啊，比印度还糟糕，又脏又乱又穷。的这种形象想法让中国受不了的话呢，一下子啊，像普京就出手了，那川普是狐狸巴都就出手了。美国跟俄国一旦出手，就很难退出来。你这个大国，不管你国家多大，你一旦出手以后，你根本就退不出来。你退不出来的结果的话，你的国力被消耗来讲，人家剩下的豪整以暇就开始可以玩弄你。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大家慢慢认清楚，说中国不但是军事上有实力，中国在经济上有实力，中国在文化上可以导致于他事情想得远，耐性比较强，而且最重要的是做事情都有谋略，都有方向。所以说我最近的话呢，去了一趟北京啊，我发觉不一样。疫情前的时候啊，那个外国人很多。你也有红地毯吗？没有，我没红地毯，但是我要强调，我们飞机上的外国人的话呢，已经大概有10%了。而这个很明显的改变啊，那大家最近的话，如果到了京上广深都看到有非常多的外国人，那这些代表什么现象呢？因为大陆本身会觉得说，我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能源不出问题的情况下，然后在各方面的话呢，不费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却能够得到今天这个核心的地位的主要来源就是战略的定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会发觉说，你这个世界你要和平的话，那你不靠中国靠谁？你如果要战争的话呢，你也不是对手。我说句良心话，现在的话呢，没有人会要战争，战争实在太残忍了。所以这种情况，稳定和平才有实力。对，严老师。第一个我想王毅啊，他不是只有去加拿大，他先到纽约，他就今年在中国轮值一个在安理会要主持一个这个会议啊，所以他是先去了纽约，然后再去加拿大。当然，如果以过去加拿大是美国的小弟，然后在孟晚舟事件的时候，他当然就是只去纽约，大概就不会去了。可是现在这个2个国家感觉上很不一样啊，就是而且中国大陆跟加拿大改善关系，也可以用加拿大的农产品当做一个跟川普讨价还价的筹码嘛啊，加拿大的牛肉也很多，加拿大的这个小麦，加拿大的这个大豆，这些都是有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加拿大跟中国改善关系大家都觉得说可以成为对美国的一个杠杆嘛，不然的话。我觉得过去我们刚刚这个帅将军也讲了，川普每一个会议碰到别的国家领导人都是假狼告告非常凶悍的把人家这种叫做我们叫英文叫 belittle， 把人家当作小弟在那边骂那可是这次个感觉不一样，那就表示就表示是说从去年那个宽税战开始，大陆就是你打我就跟你加码没关系，就这样子。他第一次碰到一个对手是完全不是急着赶到华府去谈判，赶着去捐钱然后希望能够降低关税，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他大概，虽然他
嘴巴里头讲说啊，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关系非常好，我跟他关系很好，但我觉得他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崇拜了。那另外当然就是德国媒体讲的啊，说因为大陆其他国家不断犯错，这也是我长期在这节目有讲，我说大陆什么都没做，就坐在那里不动，别的人倒下来，他就看起来就比较好嘛。而且他这个状况是在全球南方可以得到很多的支持，因为全球南方现在说老实话，也是美国发动伊朗战争波斯湾这个我们讲说这个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油价这个包括粮食包括这个肥料，都让很多国家受害，包括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所以如果今天中国大陆能够帮忙也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更好。那至于这个朝贡我在想说，有一些领导人常常去那过去我读这个外交史的时候韩国那时候的朝鲜跟安南就是越南，大概是每年要去3次到4次就是朝贡因为他们关系又近离中国又近，关系最密切。那其他像琉球大概就2年1次好了。泰国暹罗嘛，那个时候就3年1次。缅甸太远了，绕过来好远，10年1次就可以。武契吉你也去的太多了，你离大陆很远了，不必那么长跑。倒是我觉得说日本首相也好，韩国总统也好，你们那么近，也不是说我要他们去朝贡，而是说你们才应该跟中国大陆互动更多一些。越南现在我觉得比较像以前一个邻国一个重要的关系，那大陆还是常常讲嘛，邻国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的重点之一，大国也是，然后还有就是跟这个第三世界国际组织等等，所以邻国的关系我相信会很重要。那包括现在的亚太地区，包括菲律宾包括这个印尼等等，我觉得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就是说你跟大陆改善关系，其实你知道朝贡说起来好笑，朝贡其实全部都是他们拿回更多，对绝对不是中国拿了什么，中国是面子要到了里子全部是这些国家很喜欢朝贡一去朝贡拿回好多礼物，结果美国拿回礼物就在机场丢了所以后来好像说那个是造假，这个不知道，不知道对，但是我的意思，别的国家拿礼物这个是过去的历史了。那我觉得这个是而不是说好像去现化我们美国不一样，你看我们去美国都要带着礼物去台积电的投资什么地方一大堆东西是，可是中国没有要这个嘛。好，刚刚到大陆去访问的真的好多领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去了，他去看什么？看科技，看 AI。光看到这个 AI 的握手，我们看看画面，很灵活，跟语数机器人握手，机器人还泡茶水给他喝，所以几乎现在是例行公事了。几乎除了川普好像来不及的关系所以其他的领导人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几乎都要看看大陆的机器人。像在重庆这里的深圳，有1万台人形机器人已经生产线正式投产所以是生产线已经在运作，跟人的比例一致的这样的人形机器人 T800 的机型，从生产线已经上下线。这个如果量产下来，就完全是一个划时代的新开始。之外，还有这个 UB 的 Technology 刚发布的这个 Worker C1 你看他跳社交舞的样子，比我们都厉害多了，就是稍微没那么优雅一点点但是垫脚尖所有高难度的动作，连飞跃他都可以办得到。这也是专为城市共融打造所谓下一代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你看一个飞那么高，我还办不到，对不对？所以呢，现在除了在民生相结合的这种机器人之外，国防上结合的 AI 科技更是不得了吗？美国智库 CSIS 看卫星照片，他们猜测最近发现中国有个新航母可能比福特级还要大，说还没有完工呢，尺寸就已经达到了286米，46米宽。远大于任何海军水面的战斗舰艇，甚至可能比福建舰都还要大。那么还超过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外界猜测这可能会配备到了4部弹射器增设3部飞机、直升机等等的。总之呢，文章认为说，中国大陆如果确实建造这么庞大的航母舰队，将会意味着全球军事平衡的巨大变动。那么甚至还有隐形的，这稍微4米的新型的巡航弹。它这个巡航弹是可以尽量在它的所有设计里面被发现
包括了长度不超过4米啦，然后直径低于0.85米啊等等的，可以放在歼20、歼35的内置弹舱中。这样的话，那完全所有设计的目的都是为了隐身布局，那么更容易躲过所有的雷达侦测。更可以实际的在没有被侦测到的情况之下达到目的。被说这也是改变5代机对地攻击作战模式的新武器。还有美国的战争部第2批，他们公布川普之前宣布很重要啊 ，UAP 就是优抚最新的画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画面，说是 F-16C 战机在空中发现的不明飞行物，像个红色泡泡还是气球一样的东西嘛。那这个是黑夜吗？就是有好几个画面了哈。那这一段就是发现有击落的在休伦湖上的不明飞行物，镜头来源可能是美国军方司令部的一架军事平台的红外线感测器啦。那像这样的11秒，还发现集中在视野中心，有影片20秒，一个呈气球状不明物体被瞄准锁定啊，击中碎裂。那说是美国在公布他们很伟大很厉害，是针对外星人的科技哈。那当然，现在还有在马来西亚的部分哦，有一个事情引起了他们国人很大的关心，甚至担心，因为澳洲的稀土公司莱纳斯近来跟美国国防部，现在叫战争部了哦，签订了稀土供应协议。那么要把马来西亚这里的稀土加工产业直接成为跟美国军方的供应链来绑定。那马来西亚国内掀起反对声浪啊，以日经亚洲的报道认为，就说数十家民间组织集体抗议哦，因为这个合作呢将会使马来西亚直接跟外国的军事供应链挂钩，一旦发生任何的意外冲突，区域的冲突风险就会变得很高。那甚至德国媒体说，相隔10年，中国再度的会利用稀土去卡日本的脖子。最近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因为最近海关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从去年12月以来呢，对日本出口的这些所谓的稀土矿物啊、特种金属啊，都已经基本上停滞了。所以日本主要的磁体制造商之一的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停止接受各种的订单。这看起来影响非常的重大。当然，日本一直说他们有新的做法啊，可以到非洲啊，到哪里啊，找到新的来源稀土啊。那现在呢，日本的经产大臣出席 APEC， 跟我们的代表一样啊，在这样苏州的这个场合里，表示呢，希望能够跟大陆中国商务部的王文涛部长谈一谈啊，看有没有机会，各种话题，稀土在外界推测里就是一个重中之重。关心的话题，将军先看看新加坡总理也去了，看到了这么多机器人。因为黄循财上次的失言，造成中国对这么长久的老朋友新加坡产生一些摩擦了，所以李显龙必须要出来。好歹黄循财的势力比不上李显龙在新加坡的能量，所以这个时候来访问参观机器人只是中间的一个秀而已。最主要要恢复新加坡跟中国的来往。那么机器人呢，凭良心讲，到实用，它要真赚的钱不如工厂的机器人赚钱，那个是大量生产。但这个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有什么用处呢？现在已经看到，中国大陆已经在试验那个城市里面的交通指挥交给机器人，将来的救火队可能交给机器人，它不怕烧，伤亡小。警察巡逻可以带机器人的保镖，这都是有可能的。你要把机器人当了真人用的话，它还差很大一段距离。虽然它可以打拳，可以倒茶，但是比不上你家里请的外劳能够产生的功能多嘛。所以机器人只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工具，就是说我对机械制造的那么多灵活的动作，你大概工业上需要什么，农业上需要什么，我就可以替你定做，节省大量的人力跟劳力。第二个，我讲中国制造的航母为什么看起来比福特号还要大？第一个，它航母主要是让飞机能够起飞嘛，是。那你飞机库容量要大，飞机才多嘛。那推动的这个电动这个跑道跟这个驱动器啊，越多，投射的越快嘛。还有一样东西。航母有个好处是电力充沛，电力充沛啊，它就会发展很多雷射激光的防护设施。因为航母体积大，会遭遇到敌人的反舰飞弹、无人机各种这个巡弋飞弹的攻击，它的防护是因为要很周密，除了身边的带刀刺猬的
防护网以外，它自己的防护网加强。而目前看起来，对无人机或者对小型近迫防御里面，雷射是最好的，价钱最低廉的，但是要很大电力的。所以航母的体积加大，跟它的电力设备一定会加得更大，满足4个带动的这个飞机启动器跟电子防护的一个能力。我想这是合理的推测。另外，隐形战机塞到4米重的这个巡弋飞弹，这个就威胁很大了，因为歼20的飞行攻击的半径已经很大了，到2000公里，再加上这种4米长的这个巡弋导弹，因为它身体长，带的燃料多，打击的距离就更远，而且它到了你发射的地方，你还是看不到它，它进来攻击的时候，你还是看不到它，这个对美军的威胁就很大了，因为你从头到尾就没有办法雷达锁定这么一个突袭的东西，等到你面前的时候，反应来不及了。第3个，美国搞这个太空实在很无聊，因为美国这个喜欢看太空问题的人很多，什么外星人，外星人向来是一个很吸引的题目。UFO， 美国还有一个51区，这里面专门研究太空的。这个时候拿出来秀这个，主要是来转移话题，因为川普的负面话题太多了。其实这个还不够吸引，你把川普的那个色情档案拿出来的话，看的人会更多。现在法务部里面已经有50几万件他的资料，所以这个问题当然川普不准拿出来。但是民主党暂时封存，对，所以这些问题啊，就综合去看，美国现在陷入一个很深的陷阱，军武科技已经比不过中国了，自由贸易又打败了美国的门罗主义，所以它处处陷于被动。你知道，美国的外债就等于高利贷啊，它要付出去利息比国防预算还高，现在国防预算也在加，你说美国这么富足的国家，这2笔支出就够他受的。所以美国现在为什么失业的人口那么多？问题就在这里。卞老师，那个我自己上个月的话呢，在深圳也参观过机器人。说句良心话，我一直以为大陆机器人只有1家叫宇树，就后来光深圳就300家，是300家。无人机，我以为无人机只有1家叫大疆啊，我参观那家也是大字开头的，我以为大陆的无人机都是大字开头，结果在深圳无人机也是300家。这个就是说是它的这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任何人去看，任何人看的话呢，就李显龙，我觉得他还蛮养活的，也是吓得要命，吐掉。那台湾人真的是更不得了了啊！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这里头们讲的航空母舰是应该是005吧因为004已经大致上就已经准备试航了嘛，对不对？那如果是005这样的话，既是核能的又这么大，那个让我想起来，现在美国也在积极的造战舰川普级的战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真的很认真还把那个海军部长换成高雄，就是因为他觉得速度很慢嘛，对不对？川普不高兴，把它换掉。这个战舰跟航空母舰比起来，真的是差太远了，你知道吗？这个大和号跟武藏号这个教训他都不学一下。然后我最后要讲一下日本的为什么他的这个赤泽亮正想要看一下这个王文涛这里涉及到稀土的故事是这个样，这边讲的不完整跟大家说一下。2010年的时候，为了钓鱼台的问题的时候呢，大陆要严格的对于日本要禁止稀土出口。那日本的话呢，就2012年的时候呢，就告到了 WTO 的话呢，这个所做的出来的一个审查的结果呢，大陆败诉以后呢，2015年呢，大陆修正方向以后呢，就是对日本的话呢，到这边，所以说德国的媒体讲10年来他讲的这件事情，那个大陆修正方向的过程当中呢，学到了法律上的经验。学到了这个禁止稀土经验，那现在这一次的话呢，打蛇打七寸，日本是所有的工业国家当中唯一针对稀土要找多元的供给，也要找出自己的技术上的突破。但是10年来的话呢，没有获得明显的突破。那大陆现在的话呢，避开了所有的法律问题，对日本做了非常严重的限制我觉得这一次对大陆的商业上，尤其是有关于稀土的禁止，因为大家如果仔细看，从2026年，也就是今年开始，
所有大陆对于日本所做的商业上也好，这个经济上也好的限制的话呢，都是前所未见的力道之强。那么说明了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这个想要透过APEC 的会议见到这个大陆，因为高市早苗也想透过 APEC 的会议来见到这个习主席，然后这个赤泽亮正也是想要透过这个 APEC 会议。那么对于大陆来讲的话呢，要不要见你，要不要解决问题，解决稀土的问题，根本就是两回事。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日本是有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大陆的话呢，老神在在，就是时间站在大陆这一边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稀土不止日本急，美国其实也很急，这叫做掐住喉咙啊。对。我想先讲一下这个机器人哦，就是说基本上很简单，今天大陆的人才培养啊，在他们的科技人才，就是当政府带领一个方向的时候，他们可以投资到很多，然后刚好就有这么多的在理工方面、科技方面的这些年轻人愿意投入，那很快啊，这个聚落就起来，所以他们会这么快。那别的国家今天，譬如说美国的我们还是看到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精英，还是朝着这个法律跟经济这个金融方面去走真正走到这个高科技的变成是当地的亚裔特别印度中国裔的比较多，华裔的比较多，所以这个是美国当你没有用政府来带领一个尖端的这个产业的时候，确实会面临到我觉得有点不公平了，就是说。因为他们不是一个这个由政府主导的，而是一个所谓就是真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那投资的人有的时候就按照他的最快有这个收益的他去投资，那人才也是会跟着这个走。那现在看起来就是由政府来带头尖端的产业，确实是需要我觉得我们台湾过去也曾经经历过这个时间，那后来当然现在是因为大家还有兴趣去研究这个，去读理工科的半导体这些，大部分都是因为想到工作、想到待遇的问题才会去嘛，而不是由政府来所引导的。但是今天大陆这个方向，我觉得不仅是会让这个我们未来的社会特别是包括亚洲的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台湾、中国大陆，都会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都是会一个这个不婚的不生的这个社会。我最记得我有一次，我儿子那个时候才是 teenager 的时候，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说他出去很久一段时间，他说好想念我的电脑就是说不是想念爸爸，不是想念爸爸，就想念电脑。那我觉得未来这些机器人就是你的谈心的伙伴他就是真的是陪着你，悲伤陪着你的现在还有一些猫狗，以后真的会有机器人，因为机器人。猫狗毕竟还是不会讲话嘛，机器人有会跟你谈着，所以也是一个心理的智商师了，变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发展。那我必须要讲一下就是在这个稀土方面，过去大陆从来不知道它在稀土上面是一个这么强的武器。那现在发现跟美国对抗之中，用了一次以后，发现这个非常好用。那我觉得我也相信它食髓知味，以后会不断的用。特别碰到像日本这种国家跟它这个关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你的稀土，你看像现在看起来，好像就卡住它了。我就是不卖。那你今天要去海底去捞，那你自己去嘛试试看。结果我们看到结果。日本大概会很难过，就发现哇，原来在大陆在东北、在山东又发现更多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日本就是重大的冲击。我认为就是当你的资源就是需要靠外面进口的时候，你可能关系一定要维持得好就好像我们台湾今天我们必须要从国外进口石化能源的时候，如果你今天跟这些中东的国家、跟这些国家搞得不好的时候，万一一下子被禁运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日本也要去想一想这个稀土的问题。